哇儿，本女王没听错吧？这天剑残花看着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怎么一开口就是这么炸裂的请求啊？果真是人不可貌相呢。蛋蛋听到天剑残花的后，也是震惊不已，但精致的脸蛋却挂着幸灾乐祸的笑意。他很想看看楚风要如何处理现在的状况。残花姑娘真会开玩笑。楚风则是赶忙对其回道，且因为心虚，话罢便赶忙将头转向了那把巨剑。我像是开玩笑吗？天剑残花问。闻言，楚风又看向天剑残花。楚风没有说话，但却收起笑容，表情凝重。二人四目相对，认真打量着对方。这一次，楚风能够确定天剑残花确实没开玩笑，他很认真。这个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楚风问。我天剑残花做事向来深思熟虑，其实我天剑圣功有一种秘法，无论男女都可使用，但需要伴侣的帮助。伴侣的要求是不是我天剑圣功的人都可以？若是最好，不是也行。因为最重要的要求是此人需要足够强大。我想与你成亲，也是想让自己更进一步。我一直觉得我天剑残花不需要靠男人，也没有男人能够帮得到我。但你的事情我听闻过，你的能力我也见识过，我觉得你也许能够帮我更进一步。当然我无法保证，可我愿意试一试。就算失败了，我也愿意与你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尽到夫妻职责，在修武这条路上相互扶持，共同前行。听到这里，楚风刚想拒绝，天剑残花却又道，你应该还未成亲，我的身份做你唯一的妻子，应该问题吧？抱歉残花姑娘，修武方面我还是想专注于自身的血脉。楚风说道。我知道你的天雷血脉很强，远古时期也出现过天雷血脉很强的大人物，但你相信我，你若是得到了我天剑圣功的血脉，会让你更进一步。天剑残花道。而他此话一出，神鹿竟忍不住开口，井底之蛙，谁告诉你天雷血脉不如你天剑圣功血脉的？神鹿这一次不是只对楚风说话，而是所有人都能听到，因此天剑残花顿时脸色巨变，但他并未发火，而是很快恢复平静，对楚风问道，你的身体里还有其他存在？是你的界灵？此刻楚风有些尴尬，没想到神鹿直接开口，并且是对了这天剑残花。不过楚风本身也想拒绝。残花姑娘，说话的是我的一位前辈，他的身份我不方便透露，但我建议你不要说出对他不敬的话。你招惹不起，我也不会容许任何人对我这位前辈不敬。楚风对天剑残花说道，表明了对神鹿维护的态度。哦，果然你这么有底气是有原因的。放心，我不会对你的前辈不敬，你的前辈便等于是我的前辈。不过我这是出于礼貌，也是出于对你的认可，可不代表我天剑圣功惧怕谁。莫说我天剑圣功有那位老祖大人坐镇，就算没有那位大人，我天剑圣功也不惧怕当今修武界的任何势力。天剑残花说道，自信满满，甚至有着些许威胁意味。楚风淡淡一笑，没有接话。楚风公子是先海源吗？他是你的心上人，所以你不愿意与我成亲。这样我破例一次，允许你纳他为妾。天剑残花道。残花姑娘，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专注我的天雷血脉。楚风说道。可这并不冲突。天剑残花道。但我心意已决。这四个字一经道出，天剑残花忽然愣住了，他的目光有些难以置信，脸上的自信也是消减了大半。他意识到他说什么都没用，楚风就是不同意。于是天地安静。过了许久，天剑残花的脸上才有了新的表情。他笑了，笑得很无奈。想不到我天剑残花第一次对人表白，竟是被拒绝了。楚风公子，希望你日后不要因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我也希望。楚风回道。天剑残花不再说话，而是转身向外走去。楚风则是跟上，问道，所以残花姑娘，我奶奶呢？我就是怕你以为我骗你，从而拒绝，所以想让你亲眼看看我天剑圣功的血脉之力。没想到你明明看到了，却还是拒绝了。天剑残花的语气是对楚风的不理解，他依旧没有想通，为何会有人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不说血脉之力，只说他天剑残花的身份、天赋、美貌、实力，便不该有人拒绝才对。所以你是骗我的？楚风止步，脸色有些不悦。天剑残花也是止步回头。我若骗你，你会动手打我？不至于，但若是如此，那我与你绝对不会成为朋友。楚风话罢，便主动向外走去。唰！可就在此时，一道卷轴自身后抛来，打开一看，是一张地图。我天剑圣功确实发现了你奶奶的踪迹，只是不在这里罢了。我便不陪你去了，你自己去寻吧，但能否找到，我可不敢保证。天剑残花说道。
当楚风与天剑残花走出来后，便直接看向天剑救梦：“前辈，送他们出去吧。”出去？天剑救梦不由一愣，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可这个结果让他也难以置信。如你想的那般，可能是我不够好吧？送他们出去吧。天剑残花嘴角露出苦笑，这让天剑救梦看向楚风，那眼神竟是瞪着楚风的，这让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楚风与天剑残花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小鱼儿也是目光转冷，站在楚风身旁，紧紧地凝视着天剑救梦，那凌厉的眼神。天剑救梦倘若有半点动作，他便会不顾一切出手，哪怕对方很是强大。兄弟，咋地了？王强更是直接问道。没什么。楚风则摇了摇头。天剑救梦只是因为楚风拒绝了天剑残花而感到愤怒，因为他知道楚风的拒绝对于天剑残花而言是一种伤害，搞不好修武意图都有影响。但楚风有拒绝的权利，所以愤怒归愤怒，他也并未多说什么，更不会做出过激举动。随后楚风等人坐上战船，而战船也是向外航去。眼见着这是要往回走，王强便又问道：“不是去找咱奶奶吗？咋往回走呢？”我已经知道我奶奶在哪里出现过了。楚风说道。嗷呜！可就在这一刻，整个星空都是剧烈晃动，一股极其诡异的声音也是自星空深处传来。所有人都毛骨悚然，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无一不是面露恐惧，就连天剑救梦也是满脸的不安。刚刚的声音只出现一瞬，不是妖，更不是人，也不是凶兽，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的召唤一般，恐怖的让人感到窒息。最主要的是，声音虽只响彻一声，可这浩瀚星空的颤动却并未停止。星空深处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现世，虚空深处散发出耀眼的光亮，瞬息之间覆盖整片无边星空。在光芒照耀下，原本死寂的世界也如星辰一般明亮。这方世界仿佛真的成了修武界，一眼望去繁星漫天，可人们却没有丝毫喜悦，反而不安之感更加浓烈。在星空深度，一座座庞然大物凭空浮现，缓缓升起。仔细看来，那竟是一座座空白的墓碑，每一座墓碑都散发着超越远古的气息，其中最小的一座墓碑也堪比一方世界，最大的墓碑堪比一方小型星域。而如同这样的墓碑密密麻麻，数不胜数。这星空深处已不是一座座世界，而是一座座墓碑。我擦，咋回事啊？咱们这是掉坟堆里了。王强道。就在此时，一个更为巨大的物体出现，那是一道石质牌楼，体积还在最大的墓碑之上，立于一众墓碑前方。而牌楼上方的4个大字道出了此处究竟为何地：太古坟冢。太古坟冢。看到这4个字，莫说楚风等人，几乎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是脱口而出，也包括那位天剑圣宫的老祖天剑清渊。引发了这么大的动静，到底是谁？天剑清渊不由得又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等人。相比于楚风等人，对于这一幕觉得突然，他其实多少有些心理准备。毕竟楚风等人刚踏入此地，天剑清渊就察觉到了这片星空深处有了变化，只是他也没想到这变化会如此之大，竟让这片星空直接显露了身份。太古坟冢，前辈，您听闻过吗？楚风对神鹿询问。没有，但此地给本神的感觉深不见底，搞不好是远古那些大人物都无法搞定的强大遗迹。楚风，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机缘，但也绝对是你目前难以承受的机缘。本神不建议你卷入其中，最好直接离开。神鹿直接劝道。楚风则看着那一座座巨大却没有名字的墓碑，认真观察。他能感觉到，那不像是空着的墓碑，更像是那墓碑被遮盖住了，或是他们的实力看不到墓碑上的字。实际上，那每一道墓碑下方都真的有着一座坟墓，或者是一座空间世界，一座充满宝藏的传承遗迹。神鹿说的对，这可能是天大的机缘。既然他都没有听闻过，那这便是远古时期都无法发现的地方。这种从未出世的宝藏，远古强者都无法发现的宝藏，自然不可能简单。很快，一阵白色鹅雾气自星空深处传来，雾气遮盖住了光芒，也覆盖住了那些墓碑，唯有那巨大的牌楼与牌匾若隐若现。隐藏。就在此时，一道声音自星空深处传来，是天剑清渊的声音。听到这声音，天剑圣宫的所有人都施展出了隐藏的手段，楚风等人所在的战船也是张开隐藏的结界。也正是这时，楚风回头观望，发现那身后的星空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裂痕越来越大。这片星空向修武界敞开了大门，两片星空彻底链接。楚风明白为何天剑圣宫的人要隐藏起来了。强大的势力都有观察整个修武界的习惯与手段，细节的东西可能看不到，但是这么大的动静定然会很快便被各方势力所发现。实际上，
也正如楚风所想，如七界圣府、赵氏先族等势力都注意到了这里。七界圣府观察大阵上，一众长老纷纷到场，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从他们这里也能清晰地看到，在第9道天河附近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那道裂痕就像是一道窗户，透过那裂痕，他们也能窥探到裂痕内是一个大到超乎想象的无边之地。虽看不到墓碑，可只是那覆盖无数星域的雾气，以及雾气中若隐若现写着太古坟冢的牌楼，便已让他们意识到是有天大的事情发生。相比于神之时代早有耳闻不同，眼下浮现的乃是突发状况，是任何史料都未曾记载的，何况又是距离第9道天河。但无论怎么看，那所谓的太古坟冢都不弱于神之时代，实在太过惊人，惊人到连他们都隐隐不安。很快所有人施以大礼，是界天染从天而降。界天染落下后，并未使用观察大阵去观察，而是直接说道：传令，所有人待在府内，不要轻举妄动。他此话一出，人们便意识到这位手段通天的府主大人必然已经用自己的手段观察到那太古坟冢了，于是只得应下。可此刻界天染体内却传来声音，似是天大的机缘，不去瞧瞧？界天染则回道，像是天大的机缘，却也像是吞人的禁地，但不管是什么，总会有人去的。究竟是禁地还是机缘，到时自然见分晓，让他们去争吧。若是禁地，让他们送命；若是机缘。话到此处，界天染自信一笑，待得老夫将神之时代的力量拿到手，自然也可将他们的机缘抢过来。与此同时，赵老八等人也都在通过观察大阵观察着那太古坟冢。太古坟冢像是不祥之地，赵竹英眉头紧皱，不管是不祥之地还是宝地，总要去看看。赵老八话罢，看向赵道斌，联系那位界灵师。如赵氏先族这样的乃是多数，如七界圣府这般才是极少数。可就在各方势力都决定向着太古坟冢赶来的时候，楚风等人却已来到了太古坟冢之外。天剑圣宫的战船已经返回，楚风等人乘坐着仙海鱼族的战船之上。不过他们知道各方势力都在观察这里，虽说战船很小，不容易被发现，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是用隐藏结界覆盖。楚风经过思考，并不打算参与这件事，不仅仅是因为此地让他不安，主要还是得知其奶奶的消息。楚风想尽快找到他奶奶，生怕去晚了错过这机会。兄弟，我有点事，就不与你去找咱奶奶了。王强说道。你是想去这太古坟冢看看吧？楚风说道。